为了对付中国，美国暂停了 B-1B 轰炸机的退役计划。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美国国会最近在2022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要求美国空军暂停退役 B-1B 战略轰炸机，必须等到最新式的 B-21隐身战略轰炸机能够取代其功能之后，才允许启动 B-1B 的退役计划。美军去年曾经提出过一个计划，未来几年要陆续的退役 B-1B 和 B-2战略轰炸机，只保留 B-52和 B-21。那么，美国为何突然又暂停退役 B-1B 了呢？ B-2隐身战略轰炸机它的前景如何呢？这个确实是人们需要关注的问题。首先 B-2隐身战略轰炸机和美国目前正在研发的 B-21隐身战略轰炸机，就隐身能力而言，后者要比前者强，而且要比它便宜。从用得起这个角度看B-21有优势，而 B-2数量比较少，目前只有20架，使用费用很高，因此把它全部退役，由 B-21取代，这个可以说是吧有道理的。美国空军过去之所以要把 B-2和 B-1B 全部退役，是因为有了后续的 B-21。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国会不大赞成美国空军匆匆忙忙的把 B-1B 全部退役掉。这里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是 B-21项目恐怕现在是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说进度有些拖期造价也有可能突破了它原来设定的底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留部分 B-1B 恐怕是有道理的。何况美国空军预算有限，而且该项目尽管从去年开始就在宣传，但是现在看整个进度似乎不那么顺利，不那么明显。如果 B-21还没有列装部队，或者是列装部队的数量比较少，你匆匆忙忙的把 B-1B 全部退役了，这恐怕会造成比较大的缺口。另外和 B-21相比， B-1B 拥有的超音速突防能力和大载弹量是 B-21不能比的。因为 B-21虽然隐身性能很好，但是它航程有限，载弹量也不够。那么保留航程比较远、载弹量比较大的 B-1B， 对美国空军未来的发展建设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比如说 B-1B 战略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可以在13个小时内打击西太平洋的海上目标。如果把它们部署在夏威夷，那么这个过程就大幅度缩短到9个小时。当然在飞行过程中还需要为它们进行空中加油。较远的航程加上超音速的飞行能力，就使这款战略轰炸机具有了较强的快速打击能力，而且攻击完之后在数小时内可以返回基地，重新进行燃料的加注和弹药的挂装，再次出动执行任务。目前美国正在积极开发的高穿袖导弹和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可以让这款隐身性能不足的远程战略轰炸机依然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因为躲在防空区外发射导弹对它自身的安全不会构成太大的风险。第四个原因有可能是美国目前的水面作战力量对中国的威胁在下降，特别是航母舰载机航程有限，载弹量也比较小，再加上这些航母平台必须在跑到中国周边活动，才有可能构造大陆边缘的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 B-1B 这款远程战略轰炸机可能发挥的作用比航母还要大，因此它的地位现在不降反升了。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水面舰艇面对中国各种各样不同的导弹武器系统时，它的存活几率比较小，而它们消耗完弹药
返回海军基地进行相应的补充，再返回作战区域花费的时间更长。更重要的是，美国海军的水面舰艇面对中国海军、空军以及火箭军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导弹，它的存活概率呢相对来讲比较小。何况这些水面舰艇消耗完弹药之后，还要返回基地进行相应的补充，等他们再回到作战区域实施作战行动时，花费的时间要远远的大于战略轰炸机。因此，现在 B-1B 的地位就凸显了。但是，不管美军淘汰不淘汰 B-1B， 实际上呢，都难以改变美军面对中国时的无力。B-1B 虽然飞行速度比较快，但是突防能力比较差，因为它不具备较强的隐身能力，再加上它的运行成本比较高，出勤率呢又相对很低。如果长期保留 B-1B、B-21，它的装备数量恐怕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因此，美国国会才提出了这么一个方案，在 B-21隐身战略轰炸机大量装备部队之前，依然保留部分 B-1B， 恐怕也只能是这么选择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